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月活晚年频道，我是陆仁安。今天这期内容可能关系到您家明年一整年的钱袋子，我要跟您分享的是怎么通过一个小小举动把财神爷稳稳当当请进家门。什么举动呢？就是把家里那本2026年的日历挂对地方。您可别小看这本日历，挂对了它就像个聚宝盆，能让您马年的钱财取之不尽。挂错了它可能就成了个漏钱的窟窿眼，让您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悄无声息就流走了。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2026年真的太特殊了，它不仅仅是又一个农历新年，在咱们老辈人传下来的智慧里，它被称为双火年，是60年一遇的赤马红羊节的前奏年，磁场特别动荡，对普通人来说正是财富格局悄悄洗牌的关键时候。您要是不注意，很可能一步错步步错。所以我今天的话您一定得听完，特别是后面我会讲到哪3个地方千万不能挂，哪3个地方挂了能招财，这都是我陆仁安研究了几十年，结合了实际案例才悟出的道理，给您做好了总结，保证您听得懂用得上。首先我得先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风水是个啥？是不是觉得就是搞迷信，弄些神神鬼鬼画符念咒的东西？如果您现在还是这么想，那您可能永远摸不到老祖宗智慧的门边。今天我陆仁安就跟您交个底，真正的风水它不是玄学，它其实是顶级的环境物理学。您想想，咱们住的房子是不是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里有各种看不见的能量在流动，这就叫磁场。您的身体呢，也是一个精密的能量场。风水研究的就是这2个磁场容器之间，怎么才能和谐的交换能量，让好的能量进来，不好的能量出去。这就好比中医讲天人合一，风水讲的是时空合一。为什么我非要挑这个时候这么郑重的跟您聊这个？就是因为2026年它太特别了，特别到连我这把年纪了，提起它都得捏把汗。您知道2026年在老黄历上叫什么年吗？翻开看看，那上面写着3个字，丙午年。这天干丙，五行属火，而且是阳火，像正午的太阳一样猛烈。地支午，五行也属火，是夏天最热的那股直火气，2个最旺的火碰在一起了，这叫双火年。老话里这种年份往往是变动很大，火气很旺的年份，天地之间就像一个大火炉，到处都燥烘烘的。火这个东西物理特性就是动，它不安分，往上窜，脾气急。咱们的人体其实就像个精密的容器，平时生活压力小，就像文火慢炖，没啥感觉。可到了2026年这种双火年，就等于有人在这个容器底下猛添柴火，还使劲拉风箱，里头的气压温度可就全乱套了。在这样的年份里，您会发现什么事都变得特别快，计划赶不上变化。今天看好的生意，明天可能就黄了。上午还心平气和，下午一点小事就能点着暴脾气，甚至惹出麻烦。这就是整个大环境的火气在影响万事万物。那么在这样一个火烧火燎处处变动的年份里，咱们家里什么东西最关键？是门。但我说的不是您家进出的那扇铁门，而是咱们家连接着这一年运势流动的岁运之门。这扇门要是开对的地方，就能把天地间这股子爆裂的火气转化成推动您事业往上走的动力，这叫火借风势，直上青云。2026年可能就是您翻身腾达的一年，可要是这扇门开错了，开了个口子，那这股火气就会像野火一样烧进您家的财库，把您多年的积蓄烧个精光，这就叫火烧连营。那这个听起来玄乎的岁运之门到底是个啥食物呢？很多人猜是灶台，是窗户，都不对，它就是咱们家家都有，最不起眼，最经常随手乱放的那样东西，日历。您可能觉得好笑，一本看日子的纸能有这么大能耐？陆仁安告诉您，千万别小看它。在老祖宗的高维智慧里，日历是什么？它是时间。这个东西在咱们3维空间里的一个具体化身。风水管的是空间方位，日历管的是流年时间。当您把日历挂在家里的某面墙上时，您其实就在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您在给这个空间锚定时间流动的方向。所谓的岁运就是这一年好运坏运的流转轨迹。日历一页页翻过去，时间一天天往前走，它就是连接着您家当下气场和未来一年运势的那个关键接口。我为什么非要强调2026年？就因为这是个火年，火主动，动得厉害。平常年份您日历挂错了，顶多是日子有点小磕绊，像小河淌水有点小漩涡，不碍大事。但在2026年，时间流逝的感觉会特别快，财运的流动也会变得又急又猛。这时候日历就不再是一张简单的纸了，它变成了一个强力的水泵或者风扇。您要是没把这个岁运之门安顿好，在这火气冲天的年份里，您的财运就像手里捧着的干沙子，火气把里头的水分都烤干了。您越是想用力握紧，
它从指缝里流走的就越快，快到您根本反应不过来。我给您讲个我亲眼见过的真事，您听了就明白了。早些年我认识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咱们就叫他老周吧。老周这人特别能干，是白手起家的典范。那些年正好赶上风口，攒下了好几千万的身家，在当地也算是个有名有号的人物。那一年也是个火气很旺的年份，他刚好搬了新家，是个大别墅，装修的那叫一个气派。他觉得新家要有新气象，就特意去定制了一本超大的铜矿表起来的万年历，红底金字，看着特别富贵。他当时也没问我，自己觉得一进门看见日历，显得珍惜时间，开门见红，多吉利啊，就直接挂在了进大门正对面的玄关墙上。结果呢，那一整年老周就跟走了背字似的，年初接了个国外的大订单，定金就收了几百万。他当时乐坏了，还跟我说他这开门红挂得准。可到了年终，坏事儿一件接一件，先是汇率突然大变，他手里的货价值猛跌，然后那个国外客户毫无预兆的破产了，尾款1分钱没拿到。紧接着他厂里的工人因为天热烦躁大打出手，出了事故，工厂被勒令停工整顿，各种意外支出像开了闸的水，止不住的往外流。到了年底一算总账，不仅赚得赔光了，老本都折进去一大半。他爱人急火攻心，身体也垮了，住进了医院。后来老周灰头土脸的来找我，我一进他家门，抬眼就看见那本正对着大门红得扎眼的大日历。我当时就叹了口气，跟他说，老周啊，你这不是在开门见喜，你这是在天天开门送客啊。大门是进财的气口，你把代表时间流逝的日历正对着它，财气刚进来还没站稳呢，就被时间这股风给吹跑了，哪还能留得住？老周听完后悔的直拍大腿。所以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您讲的核心。2026年火重气燥，日历绝不只是个看日子的工具，它是您家明年最重要的风水开关之一。老话讲，门造床立栋，一家起大门管进气，灶台管财库，床铺管健康，而这日历管的就是他们仨跟流年运势合不合拍这4样。哪怕一样摆错了，您这一年的日子都得磕磕绊绊。尤其是2026年，您要是还想图个家宅平安，钱财稳当，就一定要避开我下面要说的这几个要命的位置。好，概念讲清楚了，咱们接下来就上干货。我要说的第一个绝对不能挂日历的地方，也是杀伤力最大最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您家一打开大门，正对着的那面墙，或者是玄关柜所在的那个位置。现在很多房子的户型，一开门对面就是一面白墙，很多人觉得空着不好看，或者图个方便，顺手就把日历挂那儿了，心想我每天出门进门都能看到日期，多方便，这叫开门见红，日子红火。陆然安跟您说，这个想法可真是错了。如果此刻您家的日历正挂在这个位置，我劝您立刻马上把它取下来，因为在咱们的环境物理学里，这不叫吉利，这叫气场对冲。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断头煞。为什么这么说？咱们用科学道理来讲，大门是您家宅的气口，就像人的鼻子和嘴，全家是兴旺还是衰败，全靠它吸纳外界的生气和财气。当气流从大门涌进来的时候，它的状态是直的，冲的速度很快，它需要一个地方缓冲一下，慢下来，在客厅里回旋沉淀，最后变成滋养您一家人的福气。可日历呢？我前面说了，它代表时间，它的物理属性是流动和流逝，特别是那种一天撕一页的，或者数字不断跳动的电子日历，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动个不停的高频能量。想象一下，财气好不容易从大门进来，还没喘口气，迎面就感受到日历发出了快节奏磁场，他觉得这家不欢迎停留，于是转身就顺着原路溜走了，或者从窗户穿堂而过，根本落不下脚。这就好比您提着一桶水回家，门口却有个大风扇对着桶猛吹，水还没用就蒸发掉一半。尤其在2026年这个双火年，火气轻，燥最怕风搅动，您要还在大门口挂日历，就等于给这股燥火安了个鼓风机，那财气流失的速度快得您想象不到。大门吸财，日历送客，财神爷来了也坐不住啊。您检查一下，如果您家日历挂在大门正对面，看看有没有这些情况。一是年初看着进账不错，但到年底总存不下钱，好像钱自己长腿跑了。二是总有些意想不到的不得不花的钱，比如东西突然坏了，人情往来突然增多。三是自己花钱变得大手大脚，控制不住，买一堆没用的东西。如果有，那很可能就是这个问题。那大门对面应该放啥呢？您去看那些真正会持家、家境殷实的人家，他们大门正对的地方放的要么是枝叶茂盛的发财树，要么是山水画，或者是稳重的摆件，求的就是一个稳字和巨字。日历这种带着催促意味的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家宅地一眼的位置的。
说完了大门这个最明显的雷区，咱们再往屋里走。接下来这2个地方比大门更隐蔽，但伤人更深。大门挂错，最多是钱财左手进右手出，至少还曾经拥有过。可要是下面这2个地方挂错了，尤其是在2026年，它可能直接让您没了赚钱的精力，甚至把家底都掏空。第一个地方就是卧室。很多人，特别是住小户型的朋友，喜欢在卧室床头或者床尾的墙上挂个日历，觉得早上睁眼就能看到日期，规划一天挺方便，甚至觉得温馨。路人安告诉您，这个做法非常要不得，这在环境学里叫岁运压身或者神魂受精。咱们从人体科学角度来说，卧室特别是床是人休息、修复、补充能量的地方，属阴、主静、主藏。人睡觉的过程就是阳气收敛、心神归位、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而日历呢，它代表的是时间的流逝，是进度的压力，是外界的变动。它散发出的磁场能量是躁动的。您想想，当您身体想静下来休息时，头顶上或者一睁眼就看到一个不断提醒您时间在走、事情没完的东西，您的潜意识能放松吗？特别是2026年，火气本身就会让人心浮气躁，容易失眠。您再挂个日历在卧室，等于在滚烫的油锅里又浇了一勺水，砸得更厉害了。结果就是您躺床上闭着眼，脑子里却像过电影一样停不下来，睡不踏实，噩梦多。这就是岁运的燥气干扰了您神识的安宁。人要是睡不好，神就散了。神一散，最可怕的还不是身体累，而是判断力会严重下降。您想啊，人在神魂不宁的时候做重大决定能清醒吗？投资、签约、择业，这些决定财运的大事，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我有个晚辈，前些年就犯了这毛病，在床尾挂了本日历。那段时间他跟我抱怨，说总梦见在赶路，在考试，醒来比睡下还累，白天处理工作也总是昏昏沉沉，错过好几个机会。后来我让他把日历撤了，换了幅宁静的风景画，没过多久他就说睡眠踏实了，脑子也清楚了，抓住了一个关键的项目。所以卧室是养命修神的圣地，一定要断绝一切带来时间焦虑的东西，不只是日历，连滴答响的闹钟最好也别放在床头。那么卧室不能挂，我挂厨房行不行？做饭炒菜时顺便看看日子，路人安可得给您泼盆冷水了。您这想法更危险，您这不是挂日历，您这是在自家财库里点了一把火。为什么？在传统智慧里，厨房是食禄之地，是一家人的财库所在。灶台五行属火，2026年是什么年？是丙午双火年，这是天地间的大火。好了，您把代表岁运流动的日历挂在这个本身就属火的财库旁边，这叫什么？这叫封住火势。火太旺就会克制金，把好好的金银财宝都给融化成水流走了。我见过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位做小商品批发的老板搬新家后总觉得漏财，请我去看看。我一进他家厨房就发现问题了。他太太为了看农历节气方便，在冰箱旁边钉了个钩子，挂了一本大大的印着美食图案的日历。我问他，您最近是不是家里电器特别容易坏？太太是不是突然变得很爱买东西？他当时就惊了，说，陆老师，您说对了，上个月微波炉和电饭煲接连坏掉。我老婆以前挺节省的，最近不知怎么迷上网购，买了一堆用不上的东西，说她也控制不住。我告诉她，这就是厨房火气被日历吹动的太旺导致的。火克金，首先表现为破财，电器属金，容易损坏。其次，火旺扰心，会让掌管厨房常待在此的主妇心浮气躁，产生不理智的消费冲动。再者，火克肺金，家人也容易出现咳嗽、咽喉不适或血压问题。好了，3个死穴，大门对位，卧室、厨房，我都给您掰开揉碎讲明白了。听到这，您可能有点着急了，陆老师，这也不能挂，那也不能挂，那我这日历买回来，难道当摆设供着吗？到底挂哪才能把2026年这股火气变成财气呢？您别急，老祖宗的智慧博大精深，从来不只是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如何主动布局，把不利转为有利。2026年火气旺，能量强，这不是坏事，关键看咱们会不会用火。火用好了，能炼铁成钢，能把生米煮成熟饭。咱们要做的不是躲，而是布一个局，把这股强大的火能量引导到能生财的地方去。接下来，陆人安就毫无保留地告诉您3个最适合挂日历的聚财方位，只要挂对了，日历就是您家的生财计时器。第一个好位置是您家客厅的青龙位。客厅是一个家的明堂，是全家人气聚集、接待贵宾的核心，气场最旺。但这个旺气需要引导，记住，不要挂在大门正对的墙，也不要挂在沙发正上方的墙上。最好的位置是，当您坐在主沙发上时，
您的左手边那面侧墙，风水里讲左青龙右白虎，左边青龙为主贵人，主事业运，主生发，把日历挂在这里，就像给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装上了精准的导航和稳定的刹车，能让进来的财气不急不躁，稳稳地留在您家。挂的时候有个小秘诀，高度要适中，最好和您站立时眼睛平视的高度一致。第二个绝佳位置是您家的书房或者孩子专门的学习桌所在的墙面。如果家里有书房，那挂这里真是上上之选。把代表岁运的日历挂在书房，象征您正在用时间积累智慧，再用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样得来的财不是投机取巧的横财，而是扎扎实实跟随您一辈子的禄神之财。从环境心理学角度看，书房通常比较安静，气场纯净。第三个秘密位置是您在家办公的工作区或者店里收银看账的桌子附近，把日历挂在您座椅的后侧方。注意，不是正背后，要稍微偏一点。这个布局的寓意非常深刻，叫做背靠岁运。您想想，如果日历总在您眼前，那感觉是时间在催您，赶您是人被时间追着跑。但如果它在您身后侧方，它就变成了您的背景，您的靠山，这代表人驾驭时间。您在前方努力开拓经营，时间在后方默默为您累积成果和财富，这感觉多踏实。不过这里有个关键点，日历所靠的那面墙必须是实墙，不能是窗户或者过道。如果背后虚空，气场不稳，不仅聚不住财，还容易犯小人，背后遇麻烦。位置选好了，事情只成了一半。很多人最后效果不好，就栽在日历本身没选对上。我常跟大家说，形式本身承载着能量。2026年是火年，如果您还挑个大红底色，印着烈焰骄阳图案的日历挂上去，那就成了火上浇油，加剧家里的燥气，适得其反。市面上很多日历为了喜庆都用红色，但明年咱们得换换思路。挑选2026年日历的核心心法就4个字：以水克火。首选颜色是蓝色系，蓝色五行属水，水能克火，也能生财。一本蓝色的日历就像一盆清凉的泉水，能镇住家宅的燥火，让气场平稳下来。其次是白色、银色或淡金色，这些颜色属金，虽然火克金，但金能生水，白色代表洁净、肃降，能让家里气场有条理。如果觉得自己最近肝火旺，脾气急，也可以选有墨绿色元素的日历，绿色入肝，能平肝息风，让人心静。图案方面要选有靠山和活水意象的，最推荐的是宁静的山水画，山管人丁水管财，注意画里的水要像是往您屋里流的，不能是向外奔流的瀑布。或者选一些名家书法作品，百幅图之类的，文字本身有静气，有文化能量，能镇宅。千万别选那种印着万马奔腾、大红大紫的牡丹，或者抽象混乱的现代化的日历。买对了日历，挂的时候还有3个细节，您务必留心，这往往是成败的关键。第一，挂的要正，一定用水平尺比着，横平竖直，不能歪斜。歪斜的日历代表运势走偏，容易招惹口舌是非。第二，挂的要牢，钉子定时，挂钩站稳，绝不能晃晃悠悠。日历晃动，象征岁运不稳，您这一年的心情和际遇就会像坐过山车，起伏不定。第三，要勤动，日历挂上就不是一劳永逸了。我最不赞成日历挂上去就蒙尘，几个月不翻动，时间都停滞了，财运怎么流转？您要每天去翻一页或者撕一页。您看，就这么一本小小的日历，您选对了颜色，找准了方位，摆正了姿态，就等于在2026年这片能量的火海里，为您家打造了一个凉爽安稳的避风港和聚宝盆。这时候，时间就不再是压迫您的敌人，而变成了辅助您的盟友。您看着这本合心意和规律的日历，心里是踏实安稳的，整个家的气场是顺的，钱财自然就愿意流向您这里。这就是我路人安一直想告诉大家的，好的生活环境调理不是迷信，它是一种高级的能量管理，是让我们生活得更舒心、更顺利的智慧。面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丙午火年，外面世界可能纷纷扰扰，我送您一个最重要的字：静。火性炎上，人心就容易跟着浮躁。您挂一本蓝色的日历，那是外在的水，您心里头更要修出一潭深层的净水，这才是内在最强大的水。当别人为一点小事争得面红耳赤时，您能淡然处之；当别人因市场波动而焦虑恐慌时，您能稳如泰山，冷静分析。在乱局中，谁先静下来，谁就拥有了看清本质、把握先机的绝对优势。好了，话说到这里，希望您不只是听了个热闹，现在请您在心里或者实际起身，给您家做最后一次体检，看看大门正对面有没有日历，有的话赶紧取下来，看看卧室床头床尾有没有，有的话也请移走，看看厨房灶台边有没有。
有的话立刻清理掉，然后再看看客厅左侧墙、书房墙面、工作位后侧石墙是不是干净平整，适合悬挂。最后检查一下您准备挂的日历是不是蓝色、白色或淡雅的颜色，图案是不是宁静祥和的山水或书法。如果都准备好了，那就动手为您家布下这个2026年的聚财天罗网吧。如果您觉得路人安今天这番话确实说到了您心坎里，对您有些启发和帮助，请您动动手指给月活晚年频道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分享的更多生活智慧。最后，我想请大家在评论区一起留下4个字的祝福：一顺百顺。您可别小看这句话，文字是有能量的，众人的美好念力汇聚在一起，能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正向磁场。咱们就用这份集体的祝愿，把2026年丙午年的火转化成温暖家庭，照亮前程的祥和之火，而不是灼伤财运的燥火。我是路人安，咱们下期再见。